产检那天，老公沈志礼忙着上班，他暧昧多年的青梅主动开车送我。路上，他却忽然转动方向盘，车辆直撞进货车底部，车身瞬间被压扁。我没有联系身为急诊医生的老公，而是打了急救电话等待救援。只因前事，我第一时间将他叫来，送我去医院急救。最后孩子是保住了，可林婉柔却因为失血过多当场身亡。她嘴上说不怪我，让我安心养病，还特意给我安排了单人病房。可出院那天，他却将我拉到林婉柔墓前，一刀捅进我的肚子，孩子当场毙命。我也奄奄一息，他双眸满是猩红的恨意，面对我的哀求，只冷冷道：“如果不是你故意抢方向盘，婉柔就不会死。别以为你装成无辜的样子，我就会相信你。杀人偿命，我要你给他陪葬。婉柔死前经历过的痛苦，你必须经历10倍、100倍。”他用力转动刀柄，一下下刺穿我的身体，鲜血飞溅在墓碑上，染红了林婉柔的名字。再睁眼，我回到车祸现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阵剧烈的撞击后，车辆卡进货车底部，腹部的绞痛将我思绪拉回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。费力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我却没给身为急诊医生的老公打电话，而是拨打了公共救援号码。很快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沈志礼首当其冲，跑到主驾的位置上救人。等他将林婉柔从车里抱出去，我才放心开口跟其他医护人员求救。他的同事以为我又在胡闹，沉着脸训斥我好久。我支撑不住，双手松力，孕肚重重撞上了前排的座椅，身下渗出鲜血，染红了孕妇裙。他们还是没看我一眼。我咬牙用尽全身力气，慢慢从后排破碎的车窗里爬了出来，但所有急救的设备都用在了林婉柔身上。沈志礼没给我一个眼神，只怒骂我活该。我疼得浑身冒汗，嘴里、身下到处都是鲜血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孩子的心跳也越来越微弱。前是车祸发生的第一事件，我就跟林婉柔一起给她打去电话求救，但她考虑到我怀孕，选择先将我送去医院抢救。等再次返回车祸现场，事故车辆已经被警方拖走，林婉柔因为失血过多当场身亡，尸体被摆在路边，盖着白布。沈志礼回到医院，冷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，说他不怪我，让我不用自责。为了让我安心养伤，还斥巨资给我升级了单人病房。可就在我出院那天，他就拉着我到林婉柔墓前，一刀刺进我肚子里，孩子当场被他绞杀，鲜血飞溅在墓碑上。他眼里满是想要报复的恨意。婉柔不只是我的朋友，她就是我的命。江月，你知道人失血过多是什么感觉吗？别急，你马上就能体验到了。他拔出刀，一下一下刺穿我的身体。我如他所愿，失血过多当场身亡。这次重生，只想远远逃离，没想到他还是不肯放过我，竟然连急救的设备也不愿施舍，衣裙全部被血染红。我倒在血泊里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：“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”距离我最近的护士似有所感，冷冷瞥了我一眼，唇角勾起讥讽的弧度，弯腰拍了拍我的孕肚：“江月姐，差不多就得了，再演下去就没意思了。科里谁不知道你吃沈医生朋友的醋啊？没想到你竟然怀着孕还拿人命开玩笑。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你起码要给孩子积点德吧，就为抢个男人背上命案，犯不上。
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佑林小姐没事，不然以沈医生跟他多年的交情，肯定会跟你离婚。沈志礼不爱我，我很清楚，可我没想到，就连他的同事都这样误会我。腹部阵阵剧烈的绞痛让我再也无法发出声音，身下鲜血像是不要命的狂流。所有医护人员都围在林婉柔身边，没有一个人检查我的情况。失血过多，快要昏迷时，我听见身旁有人惊呼：呀，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呀？完了完了，这女的不会真出事了吧？出什么事啊？拉倒吧，就是演戏呢，想让沈医生放下朋友过来救她呗。要不是他，今天都不会出车祸。不信你去问沈医生。终于，沈志礼脚步渐渐逼近，却不是为了来救我。他一脚踢在我头上，不耐道：江月，演够了吗？我已经过来了，别装了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自己抢方向盘还能把自己撞成这样，就为了让我可怜你？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，婉柔是我朋友，我能跟她有什么？你这样有意思吗？该解释的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你爱信不信。到现在，他还以为我这场车祸是我造成的，以为我是在拿孩子的命胡闹。失望加上身体的伤痛，我连一句解释的话都不想说了，只用力拽住他离开的脚，希望他能看出我不是在演戏，是真的需要救援。可他只停留2秒，就冷笑着掀开了我的孕妇裙，血包挺逼真的。要不是婉柔刚刚说你早有准备，我还真就被你骗了。话落，他没再看我一眼，径直转身离开。耳边传来众人的议论声：不对吧？血包不是这个颜色呀，孩子不会真出事了吧？不用理他，林小姐都说了，专门从血库里找的血包，当然逼真了。爱装就随他去，孩子迟早被他玩死。有人看不下去，踹了我一脚，我翻过身，脸砸在地上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梦里，我仿佛回到了和沈志礼初见的那天。他作为急诊科的优秀医生，来学校里科普急救知识，高大俊朗的外形俘获了在场不少女学生的芳心，我也不例外。对他一见钟情后，就四处打听他的联系方式。那时候的我还没毕业，在他面前像个幼稚的小孩。他拒绝了所有女生的主动，唯独加了我一个人的好友。他说看见我，总会让他想起自己的朋友，我们都有着一样的天真。我不知道他跟林婉柔复杂的过去，还在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与众不同。为了他这点可怜的偏爱，我不管不顾地追求着他。他没答应，但也没拒绝。我以为这就是对我的纵容，于是陷得越来越深。表白100次后，他终于答应了我。我永远也忘不了自己那天有多开心，却不想只是噩梦的起点。我们在一起后，他越来越冷漠，以种种借口拒绝我的亲密。他说是为了我好，这些事情要等结婚后才能做。我爱他，所以相信了他的谎言。直到毕业，结婚前那晚，我收到了林婉柔发来的邮件，才知道他不碰我，也是因为我向林婉柔成也萧何败萧何。林婉柔邮件里说，他们2个人相爱10年，只是因为家世不同，才不能在一起。2个人约定好以朋友的名义互相陪伴，所以沈志礼选择了我这个替代品。看着他们过去10年的回忆，我心如刀割。婚礼当晚，沈志礼喝醉了，终于自愿跟我亲密。情动时叫的却是婉柔，我忍着委屈陪他演戏，直到林婉柔身死，他依旧平静。我以为他已经放下了，我以为我终于等到了他的心，可死在他手上那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我从头到尾都是个替代品，是他爱林婉柔的遮羞布。醒来那刻，我已经被送进了病房里，床边却不是沈志礼，
而是陌生的路人。你没事吧？我刚好路过车祸现场，看你一个人倒在地上，就把你送到医院了。本来想叫救护车，结果旁边的大叔说救护车已经来过了。他越说越生气，这些医护人员也不知道怎么干活的，活生生一个人躺在地上都不管。那些围观看戏的人也不说搭把手，要不是我送你过来，你这会怕是都没命了。我轻轻活动着四肢，双手抚上肚子那刻，动作却僵住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去得太晚了。医生说估计孩子当场就没了。我唇角扯出苦笑，摇了摇头。谢谢你送我来医院，我知道，不怪你。沉默许久，他给我倒了杯水，开口询问：你一个孕妇怎么自己坐车出来了？家里人也不管吗？孩子的父亲总该负责吧？要不你把他的电话给我，我联系他过来。现在这些医生太没职业道德了，你一个人留在医院，我不放心。等我一会就在网上曝光他们，这种医护行业的毒瘤，一个都别想跑。想起沈志礼离开时冷漠的表情，我淡淡开口：孩子父亲死了。他以为自己提起了我的伤心事，连声跟我道歉。我喝下水，笑着说没关系。他本想留下来照顾我，但我拒绝了，将住院费和手术费给他转过去，就劝他离开了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护士就进来给我换药，贴见病历上我的名字，小心问道：你也叫江月吗？真巧，和我们一位医生家属同名，叫沈志礼。你认识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，也是，听说他太太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哪有您这么文静？我没吭声。等他走后，拿出手机看了看网上的新闻，那个先生没骗我，他的确曝光了今天事故里急诊科的不作为。我倒在车祸现场的照片已经冲上了热搜，评论区里全是对医院的骂声。有医院的工作人员好心解释了一句：我是医生家属。不说还好，一说出身份，网友的怒火更压不住了。所有人都在质问：难道家属就不该被救吗？家属就应该在车祸现场被人忽略倒在地上吗？一个医生连自己受伤的妻儿都能视而不见，又怎么让病人放心将命交给他？现场路人将拍摄的照片传到评论区里，看清沈志礼踢我的动作，网友纷纷跑到医院官方账号下用这张照片问责。我挨个点赞了他们的评论，正想给沈志礼发消息说离婚的事，就看见林婉柔2个小时前发的动态。照片中，沈志礼小心翼翼帮他清理手上的伤口，眼神是我不曾见过的温柔。配文：幸好你是我一辈子的朋友，没有血缘的亲人，生死也无法将我们分开。我随手给他点了个赞，下一秒，沈志礼问责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：江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骂婉柔干什么？有什么意见你就冲我来。今天他好不容易从你手里捡回一条命，你再为难他，别怪我跟你翻脸。从前你胡闹我也就忍了，可你不该拿人命开玩笑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是杀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婉柔说她不怪你，可不代表我能原谅你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她道歉。没等我开口，那头传来林婉柔委屈啜泣的声音：志礼，你别怪江小姐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她想抢方向盘，我要是让着她就没这回事了。孕妇情绪大，我能理解。沈志礼心疼不已，你是我的朋友，凭什么要受这种委屈？他不过是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跟你发火？你不用惯着他，这次我说什么也得让他尝尝记性。就在2人腻歪时，我淡淡开口：离婚吧，我同意了。我这个外人不掺和你们的事。沈志礼没想到
我会主动提离婚。正愣2秒，瞬间爆发怒火。我在他开口前挂断了电话，还没来得及拉黑号码，他轰炸的短信就发了过来：是你自己抢方向盘，造成了车祸，我还没怪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离婚？你现在就是个杀人犯，我没报警抓你，你就该跪下谢天谢地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网上的谣言立刻撤掉，别逼我当众揭穿你的真面目！我没再继续看下去，直接删除了所有短信，拉黑了他的号码。进来替我换药的几个护士没注意我的表情，自顾自地聊起天来。网上的新闻看见了吧？听说是沈医生的太太又开始作妖了。你说这同名不同命啊？陆太太要是有江小姐一般温柔，估计都不至于闹成这样。谁说不是呢？人家2个人10多年的朋友，不知道他吃的哪门子醋，该不是心理变态吧？那他故意造成车祸也能理解了。沈医生跟他朋友真是可怜啊，摊上这么个疯子。我麻木地听着他们聊天，时不时配合地点点头。但网暴愈演愈烈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我的身份还是被医院发现了。医院领导来看望过我几次，侧面问我愿不愿意出面解释，说沈志礼已经请了年假，他们联系不上，但我都一一拒绝了。后来他们索性不再问我的意见，骂我自作自受，直接在网上发出视频，将这次车祸的责任全都推到我的头上。为了将舆论风险降到最低，他们隐瞒了我受伤流产的消息，说我是因为嫉妒心作祟，自导自演了一场车祸，针对的就是沈志礼的朋友，浪费了医疗资源不说，还连累他们的专家医生被网暴。前面为我说话的网友知道我吃老公朋友的醋，纷纷质疑我精神有问题。原先网暴急诊科的人立刻调转矛头，将我喷得体无完肤。我被网友骂得人神共愤，他们甚至还为此自发组织了一个铲除毒妇联盟，隔3差5就来医院病房外打砸一通。面对这些，我始终没有辩解过一句，但越来越期待沈志礼和朋友关系曝光那天大家的反应。等医生说我可以出院时，我将沈志礼拉出黑名单，给他发了消息：明天去民政局办离婚吧。刚想将他再次拉黑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：你还有脸给我发消息？怎么现在被骂，知道自己错了，后悔也晚了？离婚就离婚，我早就受够你这个疯子了，简直就是个精神病。孩子出生后，你也别想再看他一眼，你这种畜生根本就不配当个母亲。没等我开口，他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我联系修车店，让他们帮我将车内的记录仪视频拷贝下来。第2天一早，我按时赶往民政局，却在路口撞见了林婉柔。看向我腹部那刻，她故作惊讶道：哎呀，野种怎么没了？真是太可惜了，摊上你这么个绑不住男人的妈，真是活该当个短命鬼。就算出生了，也是没爸的孤儿。没等大脑反应过来，我巴掌已经抽在他脸上，明明没怎么用力，他却顺势倒在地上，委屈的泪水当即落了下来。婉柔，沈志礼从我身后冲过来，用力将我撞向一边。我因为惯性退后几步，重重摔在马路中间，飞驰的汽车贴着我的头擦过。沈志礼将人搂在怀里，像是想起什么，猛地转头看向我，目光触及平坦的腹部，他面色瞬间煞白。孩子呢？我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沈志礼惊慌失措的脸，心中竟涌起一丝快意。孩子？你还记得你有个孩子，说我不配当个母亲，难道你就配当个父亲吗？这几天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被人唾骂的时候，你在哪？
我躺在手术室里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看着他脸色渐渐苍白，我声音冷到极点。沈志礼，孩子已经没了，拜你所赐。而现在，我们的婚姻也完了。沈志礼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被愤怒所取代。你少在这里装可怜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那天的车祸都是因你而起，婉柔没怪你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你现在还想恶人先告状，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？江月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？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最后一遍。这时，周围已经聚集了一些围观群众，有人认出我就是这次网上传言造成车祸的凶手。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，骂声翻飞。这就是那个因为吃醋要谋杀人的毒妇，长得人模狗样，怎么就不干人事？好好的婚姻被他搅得稀巴烂。沈医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摊上这么个心如蛇蝎的老婆。我要是他，早就被气死了。就这还有脸跟沈医生问责呢？也不看看自己都做了什么，差点一条人命就死在他手里了。我还以为这种情节只有宫斗剧有呢，没想到现在这年代还有这种疯子，趁早关进精神病院省事，免得他跟疯狗一样乱咬。面对众人的指责声，我捏紧了拳头，声音隐隐有些颤抖。沈志礼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孩子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亲手死在你手里，别跟我提孩子，你没资格。失去孩子的人是我。林婉柔此刻却比我还委屈，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。她哭哭啼啼地开口：江月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也不能拿孩子开玩笑啊。治理到现在就这一个孩子，那是你们的亲骨肉啊，你怎么能自己打掉？这次的事情我都已经说了，我不会怪你，也不用你道歉，你低个头就能和好。为什么非要这么任性啊？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我被他无耻的嘴脸气笑，冷声呵斥道：闭嘴！我的孩子怎么样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说。别以为你那天做的好事别人不知道，人在做天在看。孩子到底是怎么没的，你比我更清楚。话音刚落，沈志礼立刻冲到我面前，扬起手朝我脸上狠狠甩了一耳光。够了，江月，我以为你只是爱吃醋，没想到你还执迷不悟，不知悔改。婉柔差点被你害得命都没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她？那天要不是你主动抢方向盘，怎么可能会出现事故？我怎么知道你是演的还是真的出事了？现在孩子没了，你凭什么怪在我头上？怪就怪你天天找茬，无理取闹。狼来了的故事没听过吗？你今天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看着他狰狞扭曲的嘴脸，我再也无法将他跟从前那个清冷的医生联系在一起。我终于醒悟，这段感情早就死了，只不过今天才下葬。想起自己婚姻中卑微的几年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沈志礼，到了这一步，你还是选择相信他，对吗？哪怕我跟你结婚几年，哪怕我跟你有过一个孩子，哪怕我前世就因为你丢过一条命。他拧紧了眉头，眼底满是不耐。我说了，我跟婉柔只是朋友，我跟你解释过，是你自己不相信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非要误会也随你。我没办法。随着他的话，众人纷纷在心底给我判了死刑。一群人围在我身边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向我伸出援手。骂声一句一句传进我耳朵里，将我血肉模糊的心脏刺得鲜血淋漓。诡计暴露了，竟然还不承认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？人家两个摆明了就是普通朋友，他精神变态，非要歪曲事实，还故意伤人。沈医生，快报警抓他！这种人不配活在社会上。
必须为民除害，抓走，抓走，必须判刑，不然这疯子以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无辜的人。林婉柔像个胜利者，站在沈志礼身旁，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，他们眼神分明不清白。可围观的众人已经先入为主，将我钉死在罪孽的耻辱柱上。哪怕他们现在的行为再僭越，在他们眼中也是应该的。看林婉柔轻声安抚他的情绪，甚至还有路人上前替他们开口祝福，说他们两个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。而我这种因为吃醋不惜害死人命的杀人犯，就活该被关进监狱，一辈子孤独终老。有不少人想跟他们合照，求他们签名，还想参加他们的婚礼。对此，林婉柔笑得春心荡漾，沈志礼也没开口否认。原来这就是他口中的清白，还没和我离婚，就已经搂上另一个女人的肩膀。我挣扎着向他们走了几步，路人见我过来，纷纷嫌弃地退开，生怕沾染到我这个杀人犯身上的晦气。看着沈志礼满眼厌恶，我轻声道：“去办手续吧，我给你们腾位置。不过婚礼你们可能得去牢里办了。”沈志礼被我的话激怒，又一次想对我动手，却被林婉柔拦了下来。她温柔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，示意路人太多，得注意影响。沈志礼这才平复心情，捏着手里的证件，头也不回地进了民政局。办理离婚手续时，局里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他，目光落在我身上那刻，有鄙夷，有不屑，有憎恶。我的存在仿佛阻挡了他跟林婉柔的幸福，成了众人的眼中钉。工作人员动作很快，手续办好时，沈志礼立刻打了通电话给医院，询问那天我流产的具体经过。他到现在还以为孩子没了是我自己的手笔，是我用孩子的生命在威胁他回心转意。听见他的问话，我满心讽刺，没再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开了民政局。可走到门口楼梯时，林婉柔却出现在我面前，精致的脸上满是得意和挑衅。江月，你输了，就算怀上孩子，你也斗不过我。在志礼心中，我才是他最重视的存在。我懒得搭理他，着急去报警抓人，可他却不依不饶，抓住了我的胳膊。不如我跟你最后玩一次游戏怎么样？也好让你输个明明白白，心服口服。我眉头拧紧，警惕起来。我已经如你所愿离婚了，你又想怎么样？话音刚落，他目光飞快朝我身后瞥了一眼，下一秒他身体直直朝后倒去，顺着台阶逐层滚落，直到最后磕到墙壁才缓缓停下。婉柔，身后再次传来沈志礼的叫喊，我急忙闪身躲避。这次他没再撞到我，可将人抱在怀里，看向我的目光却满是冰冷的恨意。江月，你失去了一个孩子，还不能让你长记性吗？你为什么非要不依不饶？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？你要离婚我也同意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婉柔？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她是无辜的。看着他问责的嘴脸，我忍不住冷笑出声。放过你？你想多了吧，我巴不得一辈子都跟你没关系。别林婉柔出了什么幺蛾子都往我头上甩锅，她哪天难产了，难不成还要说孩子是我的？沈志礼正想反驳，林婉柔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声音虚弱无力：志礼，你别怪江月姐，她就是刚失去孩子又离婚了，心里难受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站在楼梯口的，你别跟她吵架，都怪我。你们已经因为我离婚了，别再因为我撕破脸。沈志礼心疼得红了眼眶，一下一下轻柔地抚摸他额头的伤口。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又让你被这个贱人害了。说完，
他转头看向我，目光凛冽得像一柄利剑，几乎将我整个人洞穿。江月，给婉柔道歉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别为难她。你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。我冷笑起来，双手环在胸前，冲你来，真是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啊。那天车祸的路上没监控，可民政局里有，他是怎么摔下去的？你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。还有，沈志礼，别往你的烂脸上贴金了。为了你动手，我嫌脏，我嫌恶心。你们这对狗男女锁死正好，省得脏了我的眼。我抬脚就想离开，可沈志礼却冲了过来，堵在我面前，目光里满是压抑的怒火。江月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给婉柔道歉，为那场车祸，也为今天的事，别逼我。我直勾勾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我也说最后一次，要我道歉，不可能，除非他跪在我孩子坟前磕3个响头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话音刚落，他扬起手朝我脸上甩了一耳光，清脆的声音响起，我唇角登时溢出鲜血。没等我再次开口，他一把扯住我的长发，用力一推，将我从林婉柔摔落的楼梯上推了下去。他力气太大，我身体重重撞在墙上才停下，胸腔里的剧痛几乎湮灭我的所有理智。我疼得双眼一片猩红，口中说不出一句话。沈志礼却在这时一步走下一个台阶，来到我面前。我强撑着身体往后退，后背又一次撞在墙上，疼得当场倒吸一口凉气。既然你不道歉，那婉柔经历过的一切，你就都喊一遍吧。他愤怒到失去理智，不顾我口中喊痛，扯着我的头发将我拖去了民政局外。刚刚就等在那里的路人经过半个小时，手里都已经准备好了道具。我刚露脸，他们就劈头盖脸地朝我头上砸来。臭鸡蛋和烂菜叶的腥味让我胃里不断翻涌，伴随着他们口口声声让我杀人偿命的骂声。沈志礼的脚步愈发坚定，看着他的目标是马路中央，隐隐猜到了他接下来的动作。他要将我推到马路上，让我为林婉柔偿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喂，是警察吗？我要报案，有人蓄意谋杀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。沈志礼听到我的话，双眼猩红，朝我头顶狠狠砸下一拳。你个杀人犯，还有脸恶人先告状？江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警局离这只有几百米，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。彼时，沈志礼刚刚拖着我走到马路上，被他们拦了下来。围观的路人见状，纷纷四散逃离。我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叙述了一遍，包括车祸时沈志礼和林婉柔的所作所为，以及他们对我的污蔑和伤害。林婉柔听到我的指控，立刻哭了起来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要听他乱说，明明是他自己嫉妒我和志礼的感情，故意抢方向盘，才导致了车祸。他现在是想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。沈志礼也在一旁附和道，他一直以来都神经兮兮的，这次肯定也是他故意的。你们别听这疯子胡言乱语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能害死，何况婉柔一个外人。我看着他们俩一唱一和，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加旺盛。你们以为你们可以颠倒黑白吗？那车内的记录仪会证明一切。林婉柔像是没想起这回事，闻言瞬间白了脸色。警察听了我的话，严肃地说道：好，如果真有记录仪，那我们会根据证据来判断事情的真相。我们被带到了警察局，警察开始调查取证。当他们看到记录仪里的视频时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视频清晰地显示了林婉柔突然转动方向盘的动作，
以及沈志礼在车祸后对我的冷漠和伤害。然而，林婉柔却还在狡辩：“警察同志，这视频肯定是被他剪辑过的，他就是想陷害我。志礼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故意转方向盘的，是对面正好突然冲过来一辆车，我想躲避才……”看他理直气壮的嘴脸，我冷笑出声：“你以为你的谎言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吗？我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我在车祸中受伤流产，而你们却对我不管不顾，这难道也是我在陷害你吗？”沈志礼像是没想到车祸的真相竟是如此，沉默了许久。就在我以为他终于要看清林婉柔的所作所为，醒悟悔改时，他却开口道：“就算是他转的方向盘，但他也没有想要伤害你。婉柔已经说了，是对面来了一辆车，他才会突然转向，是你自己不跟我呼救，才导致孩子的死亡。”我彻底看清他的嘴脸，怒不可遏地看着他：“沈志礼，你到现在还在为他说话？死在车祸里的是你的亲生骨肉，是你的儿子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”这时，一位警察开口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们都冷静一下，我们会根据证据和调查结果来做出公正的判断。你们谁也别想逃脱责任。在警察局里，我们等待着进一步的调查结果。”林婉柔还在试图和沈志礼狡辩车祸的原因。那天路上的车很多，我有些害怕，手底下就乱了。但我真的没有伤害江月姐的意思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场车祸我真的不知情，当时我已经吓懵了，我都快哭了。沈志礼皱着眉头，看向他的目光里满是心疼。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不会做出这种事，你别着急，警察已经在调取路面的监控了，会还你清白的。我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心中充满了不屑。事到如今，沈志礼竟然还被这个凶手骗得团团转，我只怪自己看清他太晚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孩子。过了一会儿，警察又询问了一些细节问题，他们问我为什么之前不报警？我将住院流产的遭遇告诉了他们，包括沈志礼对我的报复和伤害。警察听了之后，对我表示同情，但也表示一切都要以证据为准。他们已经查到了那天路面的监控，并没有林婉柔所说突然出现的车辆，这极大程度上可能是他编织的谎言。那辆货车的司机，他们已经顺着线索去查找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我没注意到林婉柔渐渐苍白的脸色，直到去抓人的警察回来，带回那辆货车的肇事司机看见林婉柔的第一眼，他就惊声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？你不是说肯定不会被发现吗？”林婉柔支支吾吾没说话。沈志礼也在这时终于察觉到车祸不简单，松开了揽着他的手。警察将货车司机的通讯信息翻找后，竟然从里面发现了林婉柔的联系方式，里面是聊天记录截图，内容都是他们策划如何在车祸现场最大程度让我受伤流产，又能保住主驾的人不会被波及。林婉柔本来威胁让他删掉记录，却不成想司机留了个心眼，截图留存下来，今天还真派上了用场。沈志礼和林婉柔的脸色变得煞白，林婉柔顿时慌了神，急忙跟沈志礼解释：“这不可能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是有人在陷害我。志礼，你相信我，这张图是 P 的，我手机也可以查。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可货车司机却在这时拿出了他转账的订单记录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警方的技术人员再三确认，说图片没有 PS 痕迹。林婉柔彻底崩溃了，沈志礼更是面色惨白一片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
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，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站出来作证，说他们在车祸现场看到了沈志礼对我的冷漠和忽视，以及林婉柔的异常表现。这些证人的证言让沈志礼和林婉柔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。在铁证面前，林婉柔理智终于崩塌，沈志礼也不再听信他狡辩的话。让警察将林婉柔带走后，他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，似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失去了孩子，也让我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折磨。我只希望他们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临走前，我跟警方说了今天在民政局里沈志礼企图杀人的行为。他们立刻调取了民政局的监控，在看清是林婉柔自己故意摔落时，沈志礼精神几近崩溃，捂着头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一拳一拳砸向自己的头，口中痛呼：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没再理会他。做完记录后，转身离开了警局。最终，林婉柔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沈志礼也因为他的作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调查结果公布那天，网上的舆论两极反转，全网都跑到我账号下给我道歉。医院也发布了声明开除沈志礼，将他在行业内除名。我独自走在街头，阳光洒在身上，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婚姻结束了，可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